哎，壮，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哎。 Kevin， 你刚才说，对，我能不能滑下来嘛？还挺有天赋的。我呢是规规矩矩的滑，免得招惹人家。Kevin 小心！哎！兄弟，没事吧，兄弟？Kevin。 需要帮忙吗？林总，这是我同事，他刚刚被人撞了，麻烦你了。你好，我朋友在高街道偏中段的位置发生了事故，现在昏迷不醒，需要紧急救援。醒了，一个伤员。好的，谢谢。救援队马上到。Kevin， 你怎么样？我怎么在这儿？ 我玩花园不小心摔了，把你给撞了，赶紧看看有没有事儿，我一定负全部责任。我不记得。你现在能听清我说话吗？能听见。别乱动，等救援队来了再说。需要再观察。情况怎么样？你感觉还好吗？我感觉还就是有头点晕。你说话怎么回事？刚哭了，嗓子里那不舒服。那我们带你去医务室看看。医务室就在滑雪场中心旁边，很近，还是让医生看看吧。我建议你直接去医院看看，拍个 CT，根除隐患。这么夸张？我建议你听他的，他是神经外科医生。 哎，不行，我现在就叫救护车，去街边最近的医院。雪场就有救护车，15公里外有个卫生所。有 CT 设备吗？那要去县医院了。那就去县医院。他语言功能障碍，逆行性遗忘，伴有喷射样呕吐，很可能引发了外伤性脑出血，不能浪费时间了。这么严重？那赶紧去医院啊！我不想背人命。 刚听说您是脑外科医生，提前是，现在已经转好。那也是专业医生。实在不好意思，我怕路上有什么状况我们处理不了，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一起去医院？可以，谢谢。那您跟我坐摩托车一起下去吧。那您，谢谢林总，我自己去县医院。应该的，不用客气。慢点，慢点。哎，
哎，这位游客是专业脑外科医生，他答应一起去医院，脑出血就是他提醒的。哎呀，太好了，我平时都是看骨折的，耽误您时间了。没关系，车上有甘露醇吗？啊，有有没有冰块和毛巾？一会儿帮我想给他垫垫脑后。有，医务室有，我去拿一下。头盔给我。走上车。来，不会出大事吧？我们比你还怕，太急了，来不及登记了。到了医院再把情况登记一下，明确责任。都我的，都是我的。哎，等一下，还有一个我撞的人的朋友，快把东西放车上，咱们赶紧走。该做的都做了，应该没问题啊。没问题，你做得很好。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喂，喂，妈。你再晚打一会儿啊，我就接不到了。我跟你洛叔啊，正要去泡温泉呢。你们好好玩。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位外伤性脑出血患者，打算跟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可能会晚点回去。这么严重啊？危险吗？病人在昏迷中，具体情况要等 CT 结果出来。啊，我知道了，这是正事儿，那你去吧。好。怎么了？雨森遇到一个脑外伤患者，他不放心，送去医院了。哎呀，现在虽然不能做手术了，但仍然有一颗医者的心。这何尝不是让人更痛苦呢？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哎，哥们儿，你微信？我姓李。我才刚调到这儿1个月，大过年救护车就我一人值班，没想到就遇上事儿了。幸好有您这样专业的医生。刚才救援队说您是脑外科医生。是。那您在哪儿上班？上海，之前在嵩山。那厉害啊！哎呦，哇，这下更好了，我们县医院这边神案去年才开设，有您在，更让人安心了。我已经离开医院快2年了，不一定能帮上你的忙。不是，为啥呀？神经外科，那可是外科手术黄瓜上的明珠啊，那么牛啊！不好意思啊，我看看他的状况啊。小心，小心，慢点，再靠一点，慢点啊！病人情况怎么样？男，约30岁，下午1点半滑雪时摔到头，当时有轻微的逆行性遗忘和中间清醒期，1小时前出现意识冷漠，很快昏迷，伴有恶心、喷射样呕吐，GCS 8分，考虑硬膜外血肿，量不小。您是？抱歉，习惯了。他是神外医生，刚才路上帮好多忙呢。
间玻璃上，看不清方向，一如既往。笔在心中融化，却听不到回答，如何放下？完美结局是不分离。林总，我同事他。庄经理，你同事正在进行急救，具体情况要等 CT 结果出来。我只能做到这儿。人已经送到，我漂浮活在记忆长廊，找寻你的微光。不想写下。CT 室那边准备好了吗？好了，到了立刻就能做。谁是患者家属？来办一下手续。我是他同事。时间如何带走悲伤，最后剩我游荡。睁开眼，闭上眼，怎么遗忘？漂浮活在记忆长廊，找寻你的微光，不想写下最后篇章。请问您是嵩山医院的脑外科医生吗？是。你要走了吗？没有，我出来透口气。我会等病人 CT 报告出来。那太好了，我们主任想见一下你。主任。林医生你好，我叫雷伟，我这个人比较直，我就直说了。滑雪场的小刘医生说你是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我前年呀在嵩山医院进修了1年多，怎么好像没见过你？你是什么时候去进修的？前年5月。今年4月，我已经因为手伤离职了。手伤离职？啊，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了。林医生，坐。廖主任一直说，之前神外科医生天赋极高，年纪轻轻就独立完成数10台手术，未来一定是行业翘楚。结果却因为遭遇车祸受伤了，难道是你？廖屏风主任吗？应该说的是我。真是太可惜了。之前在盛远见过的林总，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他早就被派到苏州的双远光服去了，就是你之前调研的那家，估计在盛远被排挤了。听说他之前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神外医生，可惜了，当个医生多吃香。这次这个病人多亏你及时送来，待会儿 CT 结果出来，如果情况还好，我们打算把他转到市级医院去，他们那边经验比较好一点。我们这边毕竟是一个县级医院，因为离雪场近，骨科还是比较出色的。设立神经外科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处理一些急症。这样处置很妥当，一切都为了病人。几年前，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事故，车祸，头部受伤，送到市级医院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们这里有神外，能做基本的急症手术，病人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去嵩山医院进修了1年多。我年纪也不算小了，林医生不会觉得我多此一举吧？当然不会。医学本来就是一门需要不断精进、不进则退的学科。喂，主任，医务处联系了市医院，市医院那边说今天下午市区出现连环车祸，手术室已经满负荷运转了。怎么这么巧？我们这边不是不能做，我是担心经验不足，
对患者预后不好。主任 ，CT 结果出来了。林医生，你也看一下。市医院能不能接收已经不重要了，出血量超过70毫升，来不及转院了，必须立刻手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及时手术，即便他能活下来，术后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我是他的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那请医务处为病人签字，批准紧急治疗。大家伙抓紧准备啊！去血肿是基本手术，主任你不用过于忧心。是，我在嵩山进修的时候也做过好几台，完成的不错。但是那个环境啊，让人心里有底。每次在自家医院做手术，反而特别的紧张。主任，院长说他联系不上你，一会儿手术他也会过来。好，林医生，我有个不情之请。你说，想麻烦你留下来压个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病人。但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希望可以借助你的经验得到指导，这可能会让你承担一些风险。雷主任，我明白，知道就不敢当，但人命关天，我职责所在，不敢推辞。这是我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麻烦你们验证一下，走下流程。病变波及安旁海绵窦、脉口腔、咽斜区，向下侵犯后颅窝，且到达颈静脉孔水平位置。采取目上目下联合入路，肿瘤与正常脑组织、颅神经严重粘连，边界不清，均需要全程锐性分离。要确定天幕的切除范围和颅神经的移位。病人中线位偏移16毫米，血肿清除后可以还纳骨瓣，不建议去除骨瓣，对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比较有利。张旭，凯文怎么样了？外伤性脑出血，现在正在做手术。不会有事吧？听着好吓人。怎么弄的呀？被人撞了，及时手术应该会没事。肇事者呢？叫了押金出去买吃的了。通知凯文的家人了吗？你们谁认识他家里人？我已经问过人事了，人事说会尽快联系到他家人。我实在是太帅了。低温关机了。再滑一会儿吧。天一黑我就回去。
好，就这些吧。 170，您的手机还要充会儿吗？应该差不多了吧？谢谢。开机了，谢谢。江瑞，2瓶多少钱？3瓶，刚好。哟，体贴哦。不能厚此薄彼。我还以为你要滑到最后1秒呢，居然提前下来。我下来上厕所啊。你不要这么大声好不好？哎，你是什么时候下来的？我手机电量低，在山上遇冷直接关机了，我搞不清楚时间，4点多就下来了。我买了一些纪念品送人。哦。哎，那林哥呢？应该快下来了吧？他不会迟到的。所以说，男人靠不住吧？你不是啊？我还是男孩儿，不一样。应该有什么事耽搁了吧？我发个信息问问。你还没下山吗？怎么手机都不接啊？应该还在滑，应该没听到声音。他不会这样啊！哎呦，大帅也太倒霉了，还摔了一跤，没几天只能躺着了。哎呦，他只是受了皮外伤。我送他去医务室的时候，听说今天高级赛道出了大事故，救护车都来了，直接送到县医院去了。啊，这么严重？不至于啊，林哥技术还是很好的。技术好也容易出事故，而且他是事故体质，手机也不接。啊，不行，我们俩去医务室问问吧。您好，请问医务室怎么走啊？啊，一直走，左转就是。谢谢。姐，你慢点。你们有什么事吗？哦，你好，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姓林的伤患送过来啊？没印象。我去说你想多了。我听说有个人送到县医院了，他也不姓林，对吗？这个我倒不知道，当时我在忙，只看了一眼。那个病人怀疑是脑出血，没在我们这儿治疗。对，在山上就叫了120，直接救护车送到县医院了。那他留资料了吗？太紧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都跟着去医院了，所以没留资料。你是他亲属吗？我联系不上我朋友了，所以来问问。受伤的人长什么样子呀？长得挺高的，穿着黑色的滑雪服。我就瞟了一眼，就去忙别的病人了。啊，他们的血碗还在这儿。那请问他送到哪个医院去了？天池县人民医院。受伤可能不是林哥，我看那边好多副滑雪板，他的手机可能掉在哪里了，所以咱们联系不上。对，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吧。喂，妈，你有盛阿姨的联系方式吧？你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问一下林宇森在哪里啊？好，我等你。林哥肯定没事的，他肯定没事。妈，我打了，没人接。那个渗血完成的不错，可以关颅了。
手术非常成功，脑部血肿基本消除，出血点已经止血。太好了，谢谢医生啊！谢谢医生，谢谢。现在病人呢意识还没有恢复，一会儿呢将转到 ICU 进行监控，24小时内意识恢复了，就彻底脱离危险了。好的，谢谢。太好了，谢谢医生，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不客气，不客气啊，没背上人命。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啊，接下来啊，我得要说一下。13。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没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和江瑞听说有人在高级道受了伤，被送到这儿，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你跑来这里来找我？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我们吓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还好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雷医生，哎呀，你们不要一直谢我。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关于手术，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啊，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操刀的是你们，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受伤的是我同事。是你们？哦，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这世界真小哈。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回头等凯文好了，一定登门道谢。不用了，他恢复健康就好。所以，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自己没事。我没事。那就好。雷主任、林医生，你们去换下衣服吧。哦，林医生，刚才我在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听到你手机在响。好，我先去换衣服，你们等我一下。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对对对，没事就行。姐，我就说你想多了吧。那个滑雪板真的很吓人吗？不过林哥刚刚真的好酷哦，穿着那个手术衣，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他以前本来就是很厉害的神经外科医生。干嘛转啊？做手术多帅啊！但不过他也真是的，也不跟你打个电话。哦，你电话没电了？
建瑞，我们刚打车过来用了多久？司机没带我们走高速50分钟吧？怎么了？妈，西光，小林妈妈回电话了，她说小林遇见有人受伤了，她判断是脑出血，怕人家出事，跟着去医院了。哦，我知道了。妈，你知道盛阿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吗？这个我倒没问，不过她说下午一直在泡温泉按摩，所以没听到我的电话。那应该泡温泉之前就知道了吧？怎么了？没什么。我跟江瑞稍微晚一点回去。我们去外面等吧。哦。他们好像出去等你了。哦，谢谢。林医生，林医生，等一下，我刚才跟廖主任打了个电话，你跟他也说几句啊。好。来，廖主任，没想到会这样听到你的消息。于森，我之前的提议一直有效，相信那也是你老师所希望的。你真的不再考虑下？你看，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你。你不能再做手术了，就要离开医院吗？你还有经验，还有知识，你不能浪费这么多年所学的一切啊！我做不了手术了，那我谁都可以替代。林哥，你总算出来了。我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外面等，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啊，我的血污火锅。好。对面有家火锅店，我们到对面坐下说。行行行，热的就好。等一下，我有话问你。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对不起，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林哥，你完了。我第一次见我姐这么大气，这次是真的。
回来啦？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这是怎么了？回忆，我是隐形地，才无法触碰你。不管将距离缩小到多近，相交千万次，然后分离。我和你是相互错过的。最后一个啦，放完我就回去了。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啦？师傅，麻烦掉头。姐，豪华晚餐我做好了，出来吃饭了。别嫌弃嘛，你泡面吃就不错了，谁让你这么生气跑回来？不然起码能在县里吃一顿。我不该生气吗？应该。但是好像也不用气成那样吧？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如果是我没说，你可能打我2下就完事了吧？起码不会这么委屈。委屈？是啊。我看你眼睛都红了，感觉都快要气哭了。姐，你对林哥比较严格的样子。姐，你快看外面，林哥买了好多烟花，他这是买了烟花哄你开心，有点老土吧？好了，谢谢师傅。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
姐，你等等。干嘛？干嘛？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都是误会。其实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估计是路上信号不好就没发出去。他忙着病患也没有注意到。那你看，他给我发了微信截图的。你看嘛，我就说你不用生那么大气嘛。啊！但是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你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没。怎么？但是我是男的呀，你这样不行，我告诉你，你赶紧找个茶菜去沏一会儿。我去哪里找？我帮你想想。哎呀，给我！我帮你想想。有了，你当时在医院外面质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解释啊？害你爸爸还生气了这么久，这也很严重的。他刚刚解释了一下，但是我好像的确不该这么快原谅他。哎，当然了，那打火机给你。快去继续生气，我会在楼上监督你的。好，你等着，加油，姐姐最棒。他手受伤，再也不能做手术了。那个时候的他，看着那些医生，是不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他说他心有点乱，是因为这个吗？这么多，我把老板推荐的都买了，想先放哪个？这个，快点，快点，快点！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they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也不会跑的，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Or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还有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
2块钱买我一只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谢谢。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的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回来了，病人怎么样了？有没有事？之前西光妈妈打电话，怎么了？妈妈，其实之前我遇见了一件不好的事。什么事儿啊？你可以跟妈妈说。后来，我说服自己放下，我想我做到了。但是这2个月，我其实一直过得很割裂。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遵循内心的旨意，去靠近、接近。可是偶尔的一个闪念，偶尔夜深人静，却又会责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善忘？不过，今天一切发生了变化。林雨森，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因此受到折磨。我已经彻底得到了修补。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妈妈为你开心。而且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朋友在我们之间传话的时候，或许有没说清楚的地方。之前有些逃避，没有再问过。我想，我需要了解得更清楚一些。
嗨，文森，你居然春节快乐！佳琪，你现在在哪儿？方便说话吗？我和朋友出国放海了。算了，你回国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有事问你。没事，不算急，也没那么重要了。开开心心的旅游，没想到搞成这样。凯文现在在 ICU，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事说，明天就去公司调资料，联系凯文的爸妈。凯文的手机我也拿着了，要是他爸妈打电话来，能接就能通知了。但是我记得他爸妈出国了，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回不来吧？你们明天按照原计划回上海吧。不用这么多人都耗在这，我留在这里照顾他。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对，我已经跟家里和宋总都打过招呼了，等凯文爸妈过来再说。后面还要转运到上海之类的，我也能帮忙跑跑腿。这不好吧？我们什么都不做吗？凯文在 ICU， 人多也没用，公司也不能一下缺那么多人，而且我也有照顾病人的经验。这次来长白山是我提议的，我多做一些是应该的。就这样，明天你们回上海，我收拾一下住县里来。赶紧吃了回去吧。箱子你们明天帮凯文带回去吧，这些东西我带到医院。我回去收拾一下我的东西。糟糕了，米娅，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早就看出来了，好不好？不一样。今天以前，我只是喜欢他的外表和能力，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发现他的底色是很善良，而且很有担当。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说人善良变得有点土，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最难得的品质。雨天湿了头发，晴天晒干被单，城市感觉孤单，没有人在交谈。你离开的日子，我也还没习惯。每个安静夜晚，你看，人家有男朋友陪着，还是大帅哥。觉得不像啊！你看别的情侣，都手拉手，他们都每分钟黏在一起。哎，庄，我看到你学生姐姐的追求者了，她的滑行姿势好潇洒，看上去是个高手。什么追求者？你学生姐姐的？你好，请问有伞吗？
谢谢。我只能大声呼唤，掩饰蹩脚的心酸，双手紧握着遗憾，抛向烟火灿烂。就算爱如此短暂，祝福是我选择的善良。你不再回来了。看起来就好好吃。冰箱里有的东西，顺便做一下。那冰箱里每天都长出菜来，你每天也会顺带做一下吗？可以。酒店的东西吃了，我跟着你们吃不合适。川哥，你也太厉害了！张阿姨不在的日子，我们也能吃上干净的新鲜饭菜了啊！酒店那么贵还不干净，我姐吃了还拉肚。嘴上自己有东西，我看看。你怎么把我俩公司的事情说出来？这都不能说。当然不能说啊，影响本仙女的形象。方哥早就知道了。